为何说日本媒体又眼红了，开始嘲讽柬埔寨被欧洲制裁以后和中国走得越来越近？柬首相的回应很真实，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相关数据显示，由于疫情的影响，柬埔寨的出口贸易额较去年整体下降了 0.5个百分点，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却上升了 12%。截至8月14号，柬埔寨外国的直接投资中，中国占据了近 90%。这样的数据表明，柬埔寨的发展已经完全向中国靠拢，而中国为了能够协助柬埔寨的稳定发展，为其提供了 90% 以上的新冠疫苗。不过对于这样的现象，日本媒体却急了，开始嘲讽柬埔寨就是中国的附庸。近日，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柬埔寨在被欧洲制裁的1年当中，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从种种现象可以说明，他们已经对中国产生了依赖，逐渐走上了成为中国附庸的道路。有相关分析人士称，日本媒体这样的言论就是心怀嫉妒，对两国间的友谊关系恶意的抹黑。中国能迎来俄罗斯、巴基斯坦、柬埔寨、塞尔维亚等众多国家的维护，靠的是世界大国的作风。我们在其他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的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其他国家稳定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去恶意的干扰和打压。这就是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上受到拥护和爱戴的重要原因。日本心存嫉妒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来自于他们内心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还欠着中国的血债。他们害怕，如果中国强大到连美国都要低头3分的时候，日本就完全没有了跟中国说话的资格和权利。一旦惹怒了中国，很可能会迎来灭国之灾。对此，柬埔寨首相洪森之前在一次国际论坛上就表示，柬埔寨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深感失望，也对他们的投资感到失望。如今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值得信任，柬埔寨不依靠中国，还能依靠谁呢？还称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继续保持与中国合作。所以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靠向了中国，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只有中国足够强大，才能引来众多国家的投资，让他们向我们靠拢。因此我们前进的脚步还不能停，吾辈应当自强不息。只有中国强大到让美国产生恐惧的时候，我们才能不被其他国家所打压。为什么说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军将面临2战以来最大的人员伤亡？美国海军前上将尖锐地指出，亚太美军现在面临3大主要挑战，还称绝不可以低估中国。虽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是全球发动和参与局部战争最多的国家，但大多数敌对国家都是一些地区小霸王，并没能给美国带来足够的麻烦和伤亡。但随着美国重回大国竞争的战略，美军开始认真思考与中俄等大国开战的后果。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科学家斯科特 ·W. 哈罗德表示，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美军将面临2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战斗。战争的规模之大可能超出所有人对于局部战争的想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美军在诺曼底和意大利执行过大规模的跨海登陆作战任务，而后来的一些局部战争中，跨海登陆的规模往往有限。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对于3方而言都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海军前上将詹姆斯·史塔弗瑞迪斯上将尖锐地指出，亚太美军现在面临着3大主要的挑战。首先是中国各个军种的反舰能力的加强，特别是中国火箭军的大量反舰弹道导弹的服役。借助96年的经验，中国一直将反航母能力建设作为自己的建军重点。中国认为，只要能够阻止美国的航母接近中国海岸，那么剩余的美军力量将不足以改变台海局势。为此，中国绝不会吝惜自己的导弹，一定会采取饱和攻击的战术，直到将美军的航母击退或者摧毁。一艘航母上有5000多人，一旦沉没，美军将面临2战以来最大的人员伤亡。而如果美军踏上台湾岛，更将面对中国庞大的兵源优势，地面作战同样会造成美军巨大的兵源损失。其次是中国对冲绳、关岛等太平洋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强。中国火箭军装备了大量的远程地导弹和巡航导弹，同样，中国海空军的防区外打击能力也在加强。一旦美军介入，中国绝对会对美军的基地群发动大规模的持续性火力打击。参考中东美军被伊朗导弹袭击的基地的惨状，就可以预想到美军会面临如何恐怖的袭击。而上次美军面对大规模的战役级别的袭击，还是远在珍珠港时的事情了。最后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后勤问题。原则上，美军拥有着全球最强的后勤能力，但太平洋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美军在这里面临重大的后勤挑战，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军需要远距离运输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燃料、备件和其他重要物资，而这些物品美军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军方力量来完成，必须依靠盟国以及民间私人承包商来完成，而后勤和私人承包商正是中国发动攻击的重点。
而且美军目前所有的推测是基于中国现有的军力。事实上，中国蓬勃的经济使得中国的军力发展几乎没有上限。时间越久，中国在本地区依托本土的作战优势更大，美军的作战难度却很难减小。而中国军队坚定的作战决心和意志，也绝不是那种地区小国可比，所以绝不可以低估中国。拜登放弃对阿富汗干预后，引特朗普不满，要求拜登引咎辞职。但为何说特朗普这一行为令人不齿？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援引塔斯社的消息称，日前在拜登彻底放弃对阿富汗的干预后，这一行为引发了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不满。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美国在阿富汗所遇到的窘境，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特朗普认为，拜登需要为如今边境难民灾难、新冠疫情蔓延、经济瘫痪等诸多问题负责，并引咎辞职。不过，尽管当前美军还没撤干净，塔利班就拿下了阿富汗，拜登却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撤军决定。不得不说，特朗普这一番因为阿富汗问题朝拜登发难的行为，着实令人不齿。要知道，此前特朗普在任时期的所作所为，决定了拜登当前的撤军行动是阿富汗战争的必然结果。因为从奥巴马时代起，撤军就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坛的共识。特朗普时期肯定将这一撤军决定给确定了下来。现在的舆论之所以不站在拜登这边，无非是因为其对撤军的具体做法引发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对美国来说，应对阿富汗问题的最佳策略应该是由喀布尔当局和塔利班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样既能保证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又能缓解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矛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阻碍并不小，因此未能实现。但拜登上台后，只顾迅速把这些一刀砍乱麻，根本不考虑从阿富汗撤军带来的后果，以及美国国内对阿富汗问题的不同意见。现在拜登面对的局面是，支持撤军的人对拜登如此武断的撤军感到不满，撤军如此仓促且狼狈不说，在未来塔利班将首都攻下之时，美军及其附属人员却还都没有跑掉。如果塔利班真的要跟美国站在对立面，那这一群还没有撤走的美军必然是生死难料。那些不支持撤军的人自然会对拜登更加不满。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不管拜登怎样，都不会让所有人感到满意。因为美国在阿富汗这件事上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美军在阿富汗的这20年来，为阿富汗政府训练了安全部队30万人，可现在却无法抵抗塔利班仅仅7万5千的进攻。首先，这就说明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是彻底失败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在阿富汗投入了2万亿美元，导致了2300多名美军士兵因此丧生。但是，即使美国为此付出了很多，现在却依然都回到了原点。美国20年的战果崩溃，塔利班仅用20天接管，这一回连北约都根本没反应过来。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据越南媒体报道，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在总统府的半岛电视台上发表讲话，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纳伊姆称，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实现了确保我们国家的自由和人民的独立的目标。此前，尽管美国和许多国际组织呼吁寻求与加尼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塔利班于上周日进入喀布尔，只要求完全移交权力。美联社报道，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经离开阿富汗国内。路透社称，阿富汗总统加尼逃亡至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而俄罗斯卫星网称，加尼已经同意辞职。塔利班发言人告诉半岛电视台，加尼的突然离开让塔利班感到意外。总统的前助手准备为塔利班建立过渡权力。据悉，塔利班正准备宣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成立，外国工作人员和外交官以及希望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人纷纷涌向喀布尔机场。路透社称，机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商业航班暂停，疏散只能通过军用飞机进行。美国为此动用了 C-17环球霸王重型货运军用飞机，以确保撤离过程的安全。阿富汗战争太快，美国和北约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事态发展如此之快，连美国机构都不得不匆忙烧毁文件和武器，被动撤退，本质上是逃跑，就是在敌人猛烈进攻的时候，但如果你留下来驻牢，你就会被彻底摧毁。美国过去20年建立的整个政府和军队战果已经崩溃，首都喀布尔已经崩溃，塔利班已经接管了总统府，而塔利班完成这一壮举仅用了20天的时间。
不只是美国没想到，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想到阿富汗政权移交得如此平稳。不管美国今后如何战略部署，但有一个事实不容美军否认，美国在阿富汗彻底失败了。历史不是老师，因为他不教任何人，但如果历史是老师，不学历史的人将受罚。阿富汗被称为帝国的坟墓，美国想打破这个魔咒，但没想到掉入漩涡之中。及时止损也许是美国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而美国走后留给阿富汗的烂摊子或将危害周边邻国。与25年前的塔利班不同，目前的塔利班意识形态更为复杂，其中有些与中亚极端组织有密切联系。为防止阿富汗风险外溢，中俄在宁夏的联合军演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周边的和平稳定不容破坏。